这个视频是关于如何对文件无痕读写以及彻底删除的方法介绍。当我们在电子设备中经常会对文件进行查看或编辑操作，当一些个人的隐私文件不再需要时，你就会对文件进行删除并清空回收站。如果你认为清空回收站就真的彻底删除了这份文件，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本地文件的删除以及清空回收站的操作，只是在系统层面将文件对应的硬盘位置索引进行了删除，文件的数据还是保存在硬盘中，直到系统再次对硬盘的这个位置写入数据时，之前的文件才会被真正覆盖。这也是为什么数据恢复软件可以进行数据恢复的原因。数据恢复软件会扫描整个硬盘，发现硬盘上没有索引的文件，并再次建立文件索引，从而实现数据恢复。那该如何将数据进行彻底的删除，且无法被他人恢复呢？有两个方法，这两个方法可以结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第一种方法是使用文件多次复写工具，将原文件多次复写，最终实现文件不可恢复。复写工具在 Linux 和 Mac 上都是有一样的工具，按照说明进行安装。安装之后，可以看一下它的详细使用参数，这里有常见的使用命令的样例，可以参考使用。那我更推荐的使用参数是这样 ：F 参数，当需要时可以修改文件前线为可修改。-U 是在最后完成文件复写之后将文件删除。-Z 是完成复写之后，在最后再加上一次全部填零。-V 就是显示操作过程中的详细信息。-N 就是我们设置一共复写几次。这个时候，比如上面我们既启用了-Z 又启用了-N 为8，那此时就是随机复写8次，然后呢，最后再加上一次填零，然后-U 生效会将文件完成删除。可以看一下例子，原文件中有一段文字，当我们使用这个删除命令之后，它首先会使用8次随机字符串完成文件内容的复写，最后又加了一次使用全部零的数据完成文件填写，然后它将文件进行重命名，重命名之后再将文件删除。这个重命名的好处是什么呢？如果你尝试过进行文件恢复，那你会发现经常恢复完之后的文件名都是类似于这样的数据。它这个好处就是将文件名完成多次替换，同时也能减少文件的关联性。同样，在 Mac 上还有一个类似的 UI 工具，你可以下载使用。简单不重要的文件可以使用这个选项，它更快。隐私程度更高的可以点击这个选项，它使用35次的复写，虽然说慢一些，但是它更安全。是不是使用这个复写工具就能保证在所有环节上都能准确无误地将文件完成复写，且不可以被恢复了呢？那我们需要先来补充几个前提。第一个补充的知识就是使用这个复写命令的重要前提，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工具生效的前提是在原来的位置覆盖原来的文件数据。传统的文件系统是符合此条件的，而许多现代的文件操作系统都不符合条件。比如这里面有提到日志式的文件系统，启用了 RAID 的文件系统，系统不定时会进行系统关照，或者说文件系统存放在了一些缓存的位置。这里面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日志式文件系统。为什么说日志式文件系统复写工具就失效了呢？因为日志式的文件系统读写存储数据的时候，为了保证在突发情况下文件的数据还是可以恢复正常使用的，所以它会更多的保存文件的数据以及对应的操作日志。因此使用上面的复写工具去删除原文件是无法彻底删除的，系统还是可以通过日志数据来恢复文件。结论就是日志文件系统下无法启用上面的复写命令实现彻底的数据删除。现在呢，要进行第二个补充的知识，就是 SSD 硬盘是否支持了 TRIM 功能。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 TRIM 功能。这个功能呢是只有 SSD 硬盘才具备的，传统的机械硬盘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 TRIM 功能。比如说，我们进行一个标准的删除文件操作，在一个不支持这个功能的硬盘上，首先会操作系统删除文件的索引，然后呢，硬盘上当前还是保留这个文件的，它不会做任何操作，直到系统再次向这个位置写文件的时候，硬盘才会先清空这块位置的数据，再写入内容。那简单总结一下呢，不支持 TRIM 功能的硬盘会当你写入数据的时候先清空再写入。那支持 TRIM 呢，它会怎么办呢？进行一个删除文件的操作，操作系统会删除文件的索引，跟上面是一样的。这个时候，系统同样会给硬盘发送一个 TRIM 命令，硬盘收到这个删除指令之后，会立刻在硬盘上清空这个文件数据，比如说将数据全部置为0。然后呢，当下一次操作系统在这个位置写数据的时候，就不需要先去清空，就可以直接在这个位置上写入新数据。当删除文件的时候，硬盘已经提前将这个位置的内容清空了。当往下写数据的时候，可以直接写入。它俩的对比呢，就是不支持这个功能的写入速度会稍慢，那支持的这个功能呢，它写入速度也会更快一些。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呢？如果启用了这个功能，硬盘会在后台自动的去清除已经删除的数据块，这样当我们需要用这块硬盘的这块空间时，就不需要先去清空再去写入，可以提高我们的写入速度。或者说呢，我们可以手动的、主动的去启动磁盘文件整理，也可以立刻去让硬盘去删除数据。具体呢是它马上去执行，还是定时去执行，那可能去依赖于固态硬盘的主控是怎么设计的。有的硬盘可能当你删除一个文件之后，它硬盘的主控会马上执行数据的清空，有的硬盘呢可能会定期再去执行硬盘的清空。那简单总结一下，这个功能可以提前清空硬盘中的无用数据，提高下一次的写入速度。而我们更关注的是，一旦执行这个命令之后，硬盘上的数据全部填为0，数据无法恢复。同样呢，也实现了我们需要的增加数据一次性的功能。这里面关注有不同的 TRIM， 大概呢会分为3类。第一个是非确定性，第二个是确定性，第三个呢是后确定性读零。简单的来说，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删除完数据之后，硬盘不一定会帮你马上立刻执行清空数据。具体怎么实现，是由硬盘的主控程序去执行。而最后的这种 TRIM 类型，一旦我们执行了删除文件，硬盘会马上去执行文件的删除。那此时你还想读取原来位置的文件数据，返回的内容一定都是0，这样数据是无法恢复的，真正的提高了数据的隐私性。上面的内容比较多，那这面呢我整理了一个图表，根据你的文件类型与不同的固态硬盘的搭配，能实现什么样的数据隐私性。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你当前的操作系统是否是日志类的文件系统。那日志类的文件系统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流常规使用的 Linux 的 ext4、Windows 的 NTFS、Mac 系统的 APFS， 这几个主流系统都是日志类系统。因此呢，这边我有标记，日志类的文件系统使用复写工具没有办法完成数据的彻底覆盖，还存在被恢复的可能。而非日志类的文件系统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U 盘默认的格式 FAT、FAT32 是可以使用复写工具将文件彻底的覆盖，不可以恢复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情况看看你当前系统是否开启了全盘加密。如果你当前系统没有开启全盘加密，而且你的硬盘又不支持 TRIM 功能的话，那你的数据是可以被恢复的。那如果你的硬盘支持这个功能呢，那你要看一下你硬盘主控是否是立刻执行了。如果你的硬盘立刻执行了 TRIM， 那你的数据只存在很小的概率可以被恢复。如果你的硬盘没有立刻执行这个命令，那它是一个中维，你的数据大概率是可以恢复的。这个前提是只要系统还没有去执行文件清理之前，你的数据都是可以被恢复的。那如果你的系统进行了全盘加密，你的硬盘呢，如果不支持 TRIM 功能，
其实你的危险程度还是很小的，只存在小概率被恢复，因为你使用的是全盘加密。最安全的方式一定是你首先进行了全盘加密，而且呢，你的硬盘也是支持 TRIM 功能的。同时呢，你的硬盘主控，当你删除一个文件之后，它马上执行 TRIM 命令，这样你的数据基本上99%是不可以被恢复的，因为你在硬件层面已经将数据全部填零。这个图表呢，你可以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去选择使用，了解你当前环境是否具备风险。那参考上面的图表以及存在的风险情况，这里面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建议你开启全盘加密，并且使用支持 TRIM 功能的固态硬盘。基于上面情况，这面的方法2非常推荐大家使用。无论你的文件操作系统是什么样的类型，无论你的全盘是否加密，也无论你的 SSD 固态硬盘是否支持 TRIM 功能，只需要你登录系统之后，在系统上使用工具，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VC 加密工具，或者说 Mac 系统自带的磁盘工具，都可以新建一块加密文件盘，将这个磁盘挂载之后就可以使用了。在上面可以对敏感文件进行保存、查看以及编辑的操作。那这种方法呢，我这里面标记的是100%安全，隐私性只依赖于你使用的加密强度以及你密码的复杂度，不依赖于你当前系统是什么样的类型，也不依赖于硬盘的特性。使用这种方法在上面进行敏感数据操作，用完之后你可以把磁盘直接删除掉。这块文件内容无论任何人通过什么手段，即使完成了文件的恢复，但是因为你使用了加密方法，别人也没有办法看到加密磁盘中的内容。第一种方案的核心技术原理就是对目标文件进行多次的覆盖，最终实现文件不可恢复。那我们这边介绍第2种方案，第2种方案的名字呢叫做内存盘。首先来介绍一下存储介质的分类。存储介质大概分为2类，第一种是掉电后数据保留，第2种是掉电后数据丢失。保留的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机械硬盘、固态硬盘、U 盘、软盘、磁盘。无论电脑是否开机还是关机，通电还是断电，数据都是保留在磁盘上面的。而掉电丢失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存以及临时缓存。如果系统一旦关机，突然断电，在上面的临时文件都会马上丢失。那我们这里呢，拿内存和硬盘的特点来对比一下。首先呢，内存的速度，读写速度非常非常快。首先呢，内存的读写速度是非常快的，基本是在纳秒就可以完成数据的访问以及读写。而固态硬盘呢，它呢是可以在微秒级别完成访问的。个人电脑上的内存容量通常呢都是比较小的，比如常见的16G、32G，而我们的常见的固态硬盘呢，通常可能就是几百 G， 甚至1个 T。持久性呢，内存只要一旦断电，数据马上丢失；固态硬盘呢，即使断电，数据呢还是在上面有所保留的。那这里面对于我们数据的隐私性提高来讲，我们主要会用到内存的易失性这个特点。大概的思路呢，就是使用内存的掉电易失性，将内存临时的一个空间，比如说1个 G， 模拟成一块存储空间，然后呢，在这个临时的内存空间上，对敏感的文件进行保存、读写以及编辑操作。那现在呢，来介绍一下大概的步骤。第一步呢，就是生成一块内存盘，然后呢，并将其挂载。以 Mac 为例，这边有工具的链接，这个链接呢，我也会发在视频的评论区，大家可以找到并参考使用，或者说你自己找喜欢的工具来实现这个功能。在 Mac 上首先安装工具，然后呢，打开这个工具，点击创建一块磁盘，磁盘名称根据你的需要输入，磁盘大小呢，根据你当前电脑的内存大小选择来使用。你这里面可以选择1个 G、2个 G、3个 G、4个 G， 但是千万不要大于你当前系统可用的内存空间。然后呢，这里面建议你勾选，勾选之后，当你进行弹出这块虚拟磁盘的时候，它会提示你，以防止一些你的重要文件还没有来得及删除或者移动就被弹出。一旦这块磁盘弹出之后，所有的数据立马消失，其中的文件会被永远的删除，也没有办法恢复。
创建完之后呢，它会自动完成挂载。那比如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当前这个空间呢是一个 G 的空间，然后呢我在上面呢创建了一个敏感的文件，敏感文件中呢保留的是我个人密码。第二步呢，就是你创建空间之后，可以在上面创建、保存、编辑你所有认为敏感的文件。当你使用完之后，在上面把文件进行删除，然后再把这个空间填充一个全零的临时文件。大概步骤呢，就是首先选中当前磁盘中的所有文件，然后呢选择删除文件。记住这个选项是直接全部删除，不是放入回收站。Windows 以及 Linux、Mac 电脑上都有各自的方法，直接删除，不再放入回收站。删除之后呢，在命令行中输入这个命令，找到你这块磁盘对应的信息，比如这里面，我们可以查看当前空间的可用大小。删除之后，比如说我们这个空间删除完之后呢，还剩大概977兆的一个空间，其实也就是接近于一个 G 了。那剩下的24兆呢，依托于不同的操作系统，它有一些空间保留，这样操作系统可能会保留一些自己的元数据。那我们为什么要获取这个当前硬盘的总可用空间呢？是因为我们要在这块空间创建一个内容全部为0的一个临时文件，用这样大小文件把这块磁盘全部填满。使用的命令呢，就是这条命令。这个命令大概意思就是使用一个全零的内容生成一个 temp 文件，文件的大小呢是976兆。这个命令执行的时候啊，一定要在你的临时文件夹下去执行，这样呢，它创建的这个 temp 文件也会保存在你临时文件夹下。你创建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文件夹里面生成了一个这样 temp 文件。这个块空间，这块内存盘填充完这个 temp 文件之后呢，它当前可用的空间只剩500KB 了。最后一步就是卸载这个磁盘，并且呢将这块内存完成释放。大家可以看到，点击这里，然后呢点击这里释放这块内存盘。一旦释放这块内存盘之后，里面的所有文件马上消失，也没有办法通过任何手段完成数据恢复。我认为呢，这个内存盘的方案呢是非常轻量级的，也是非常好用的。对于一些临时性的使用，它的成本也是非常低的，推荐大家使用这种方法。最后呢，又将一些其他可以保护数据隐私的手段在这里列出来。第一种手段呢，就是叫做覆盖数据，那也就是我们视频中的第一种方案。它的底层原理呢，就是使用随机的字符串或者零填充现有的内容，并且通过多次完成数据的覆盖，最终达到数据无法被恢复的目的。第二个呢手段叫做数据擦除，比如说从硬件上面的 TRM 功能，以及文件系统上面的垃圾清理功能，就是直接实现了数据擦除的这个目的。第三种方案呢，叫做去磁，比如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人推荐可以使用微波炉，或者说强磁铁，将你的一些磁性存储盘通过强磁来进行干扰，最终达到上面的内容呢无法被阅读、无法被读取。最后一种呢叫做物理销毁，比如说我们使用电钻，或者说硫酸，或者说以其他方法将我们的整个磁盘进行磨碎。进行物理单元的磨损之后呢，也是没有办法进行恢复的。那么总结一下哈，如果呢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要启动全盘加密。如果你的硬盘支持 TRM 功能，但是一定要从系统层面激活这个功能，千万不要全部依赖于硬盘的这个功能，因为硬盘的主控什么时间去执行空间清理，我们是不确定的。最后一点呢，任何时候加密都是成本最低也是最安全的一种手段。下面呢是我将本次视频中用到的一些参考文档的链接进行了整理，这些链接我也会发在视频的评论区。如果你对其中的细节感兴趣，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使用、学习。好的，如果大家还需要了解哪方面内容，也请留言反馈，我们共同防护个人隐私安全。